咱們上次說了，這構圖呢，這些個都是很影響構圖的。另外還有這個主次啊等等很多啊很多。咱们先说这个均衡构圖啊，均衡構圖是上次說了，就是讓這個畫達到平衡啊。這均衡是一種，還有一個對稱。要達到平衡的話，一個是對稱，一個是均衡。但是繪畫呢，多用均衡，因為對稱呢是這張畫裡邊呢，左右都一樣，左右都一樣啊。這個均衡呢，它就是左右啊，它不一樣，最後達成平衡啊。但是均衡呢，經常用，它有變化，但是它有平衡。這個對稱呢，它就是說變化少，是吧？即使有一些個小的不一樣，這叫相對對稱。相對對稱呢，那它如果說不是高手的話，也很難駕馭它，啊，因為它兩邊一樣的話，就容易死板啊。比如說，要是給你三個蘋果讓你這麼擺啊，這就是對稱。要讓你這麼擺，那就是均衡。你看這均衡啊，它就容易入眼啊，它就容易使人看到了它這種變化美。這個呢，就是給人感覺它怎麼這麼死板呢？但是有人會處理它，它就不死板。咱們現在還不會處理，咱們就先用均衡的方法來畫。這種均衡構圖呢，有一些個人他就總結了一些個方法，但是這些方法呢，只是給初學者。等你畫完了以後，你可以甩開它啊。我說這幾個方法啊，一個是 S 構圖。什麼是 S 構圖呢？就是在這麼一張畫當中，比如這兒畫山石，然後呢，這地兒畫點遠山，然後再有點遠山又過來，哎，你看，再加上一題字回來了，這就是 S 構圖。甭管是這麼着還是這麼着，咱們都管叫 S 構圖，是吧？它不是說認這個字兒，而是說這個形式，它是拐了幾個彎，一二兩個彎，還有拐一個彎的，還有這個 C 型構圖的。你看，還是用這個啊，你看這是山，這是遠山，然後這兒帶着幾個字，哎，甭管是那麼着往右拐還是往左拐，它都是這個意思啊。這不是 C 型構圖嗎？啊，你看這些就是有些個這個美術工作者呀總結出來的啊，這些構圖。當然還有別的構圖啊，還有異型構圖。像 E 字啊 ，F 構圖啊，這都可以。什麼樣的構圖，你分析起來的話，都是你的經驗啊。還有一種構圖呢，就說甭管什麼構圖啊，是屬於陰陽魚構圖。陰陽魚是這樣的，你看。它是黑裡有白，白裡有黑，哎，我這還沒畫好啊，是這樣的啊。陰陽魚構圖，陰陽魚構圖呢，那就說你這裡邊你畫的很複雜，哎，這邊來的比較簡單，這兒以黑為主，這兒以白為主，那這個是。黑裡頭呢，肯定也有白的東西。這個白裡邊呢，
這個白裡邊也有黑的東西，這就屬於陰陽魚構圖啊，陰陽魚啊，包括這地方畫好多山，這兒畫一個小的東西，哎，這也是陰陽魚構圖。甭管怎麼說，你看他們都达到了什麼呢？均衡，都达到了均衡，這就達到了你视覺舒服的那麼一個目的，是吧？所以說這些經驗呢，咱們都可以去分析，去给它運用到咱們這繪畫當中。還有人就是總結，就是起承轉合。這個起承轉合，这個起承轉合是什麼意思呢？比如說從他這兒來，這就是起，從哪兒起呢？從這個畫面的右下邊起，然後開始往上轉承，承就是承前啟後啊。為了畫這個，他要往過來轉，他不能一下他起承轉，這兒要往這邊轉，這兒轉。要是 C 字形呢，你就轉一下就行；要是 S 呢，它轉2下轉。最後這個，你看是又回到原來的地方。其實沒連到原來的地方，但是它呢，感覺就是還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感覺這個呢，就是一個循環，起到了均衡作用。這 C 字呢，也是起承轉合，起承轉合啊。這個呢，起承，雖然說這地兒斷了，但是呢，它肯定這地兒還要有一個小的尾巴連接着轉，最後感覺這地兒還是合起來的。有時候這個不是小尾巴連接，還可以有幾個字呢，啊，也可以把字寫在這兒啊，它都是有一種循環的這種感覺啊。起承轉，哎，合啊，所以說起承轉合呢，它這裡邊有氣韻相連的感覺。我覺得這句話對於構圖來說是特別重要的，它有氣韻相通的這種轉合啊。所以說今天呢，把這個均衡構圖咱們有突出講了一下，咱們運用到這個畫以後，咱們再把這些個再專門再講講啊。知道了這種構圖的這些例子，知道了這個均衡的這個原理，咱們就比較放鬆了。咱們畫畫甭管跟哪兒起，跟这兒起，跟这兒起都行，也有跟上邊往下起的，特別是花卉，像那梅花什麼的枝子從上往下起，這都可以啊。但是忌讳從哪兒起呢？從這角，從這中間啊，這個中間4個角這麼起不好啊，往往是起的是從這幾個地方啊，這幾個地方都可以，就是別從角和中間起啊。好，現在咱們就是根据咱们上次刚才說的那個構圖的原理，咱們這兒你看這大石頭就跟這兒畫過來啊，畫的時候呢，這石頭不能就是斷斷續續，就斷筆。為什麼要斷筆？比如說你要畫這麼一個石頭，要不斷筆的話，你看它就不好看，它就不豐富啊。你只要斷筆了，頓錯了，它這裡就有很多讓你聯想的那些個變化啊，聯想的變化。所以說咱們畫這個的時候呢，一定要斷筆。你看這斷筆啊，斷筆有很多東西，你看能夠讓你聯想啊，什麼東西都不能畫清楚了，不畫清楚，要畫豐富。你甭管這是什麼村啊，你看
這麼着是解鎖村，這麼着是雨點村，啊，或者豆瓣村，啊，這麼着呢是匹马村，甭管怎么村，那你在这个石头当中呢，要起到一个纹理和凹凸的这么一个作用。什么叫纹理啊？你本身畫的就是紋理，你這兒多畫，這就是多畫，這兒少畫，就是凹凸是吧？就是凹凸。什麼叫豐富呢？你把筆用乾了，你還這裡頭再掃一掃，再畫一畫，這就豐富了啊！有很多你根本就看不清楚，但是你能夠聯想到，哎呦，這麼多小的凹凸呢，這就豐富了。要畫豐富啊！這地方呢，讓它有變化。變化是什麼東西啊？那就是對比的東西啊！你看這兒平平淡淡的，你加這麼幾下，加這麼幾下，加這麼幾下，這地方就深點了，那是淺點了。這不是石頭當中的大一點的凹凸嗎？小一點凹凸當中又有大一點的凹凸，你看，給你感覺它就有變化啊，突出了。你看這就是剛才我畫那道直線多難看，你看這有斷有連的，這多好看。所以說一定要把這個連的東西給它破一破，連要有斷線，有斷有連。你看這兒連這兒斷啊，這感覺這個石頭呢，圓渾當中呢很豐富。你看就是這麼一塊圓了吧唧的，是吧？但是它很豐富，你很豐富。你就是不斷的話，你這麼頓挫也管事兒啊。你看這裡都是斷的，包括這個村肯定是斷的啊。這就是給人造成一種視覺上的豐富感啊。你看這個，剛才咱們講了一個特別重要的一點呢，就是這個畫這個的時候啊，這個線要有質量。什麼叫質量呢？就別畫平，要有提摁點督，就是點基點成線。另外呢，還要注意這個斷線跟連線之間的關係，要多有點斷線。斷線呢，那就是讓人去想象，還有一種豐富的感覺，要有這個斷線，有連有斷啊，這個線的質量它就高了，不是那麼平滑，是吧？再加上咱們原來所說的勾存染點的點，這點呢畫的時候呢，有多的，有少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這個地方呢，向陽的暗處呢可能多點兒，這裡頭呢藏着很多蒿子啊，可以多點兒，不平均對待啊，這兒多點，這兒多點，可能這兒還要多點，這兒多點，其他地方幾點兒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平均對待，滿處平均就是畫了一堆大麻子，是吧？肯定就不好了。整個這個山石呢，你看它的結構呢，你看它也有這個回轉啊，有的地方輕，有的地方重啊，也不要平均對待這個墨色啊。你看這兒灰怎麼辦呢？點幾點，這叫醒墨啊。灰了，那你就點幾點，點一點重點，它就醒起來了啊。咱們再看。這個地方呢，畫點，這不是密嗎？這書呢畫幾塊河灘的這個石頭，你看它在這個構圖上啊產生了變化了。古人講晶瑩位置，這地方畫完以後呢，就感覺這個地方他們有點相連了，是吧？氣韻就過來了。你看我這個線，在這裡邊有長有短，有斷有連，有斷有連，不給它畫的那麼清楚啊。但是呢，整個這個造型還是有。你看這個
這水還跟這兒伸進去，你看這都是情趣，这都是情趣，還这兒流出來，這兒進去啊，這都是情趣。然後這上頭呼應着這個點兒，這就是繪畫當中的這個魅力啊！你看點這幾點特別有意思，也不是說特別的多啊。你看這地方你就去想去吧，怎麼跟水連接的？這地方不給它畫清楚了啊！這地方給它修整一下，別這道線太和這個這感覺沒有過渡了，再來點過渡，這就是過渡。來這麼小塊，這條線就不單了啊！凡是比較單的線，比如說畫這麼一條線，特別單的線，怎麼辦呢？你就在這地方啊，給它破一破，哎，它就不單了啊。這地方呢也沒有必要都連上，這就霧氣過來了，這就可以。所以說咱們畫畫的時候，有很多都是上邊稍微來一點，你就甭管它是什麼啊，別人就去想了，這塊石头喲，那霧進來了，沒清楚。這就是繪畫當中的這些小的情趣都在裡邊呢啊。有時候那個意到比不到呢，產生聯想，這就是情趣啊。哎，咱們現在呢，你看這個構圖原來跟這兒起來了，現在要加上這個呢，就等於跟這兒起來了。起來以後呢，為了達到平衡，我就不能在這兒落了，在這兒可以畫。哎，你看我畫這個呢，這是基點呈現，不要快。哎，上邊呢，你看也有碎，也有整，啊，你看有曲有直，有碎，哎，這地方呢，這個村可以像這種村呢，你看側着為斧劈小斧劈，哎，就是隨意了。就不光是什麼村這村那村的啊，這就點子村了啊，這就是解鎖村了。你看我甭管怎麼村，我村的位置都是有稀有密，疏密，這兒再加點密啊。它都是有疏密感的啊！你看這兒齊了怎麼辦呢？再来两點，它就不齊了啊！這兒呢長了，哎，這兒再來點，它就過渡過來了。然後上邊來點點兒，和這兒呼應上了啊！再加點啊，你看就不是那麼直了，但是它還是直線，但是呢這加點有變化了，這地方多加也行。你如果說我覺得这地方還需要畫線怎麼辦呢？在密的地方畫，不要在疏的地方畫，疏的地方畫完以後就平均了，密的地方畫完以後呢，疏密它又感覺更加這個變化大了啊。你看这就可以了。咱們接着畫呢，畫折擋。你看這兒再畫一個折擋的一個山，這山呢跟這個山那形狀呢就有點不一樣，也可以往這麼衝，也可以往這麼衝。也就是說，它這麼一個走向，下邊一個山呢可以這麼一個走向，哎，這麼一個走向，哎。可以比它稍微肥一點兒，哎，你看這個走向，它就有點變化了。然後這地兒咱們弄點這個解鎖村吧，解鎖村咱們學過，遠處的不要村的特別多，也就是說。你跟上的连杆带濕的，你就給它繞點彎兒，
存在這個自然的山石的紋理就行了。你畫的時候呢，上邊呢留多點兒空白，下邊畫多點兒，留少點兒空白，這不就行了嗎？是吧？你看這幾個形和這個的墨色比較一樣，它就容易什麼？就容易協調。如果說這個是重的，這个是淺的，它這個就不容易協調啊。讓它這個一氣呵成，這一筆當中就形成了整個連鈎在皴的這個感覺，上邊還得來點點兒，讓它跟下邊的點兒呢協調起來。你看這就是遮擋的這個山啊。你看畫的時候呢，注意山的兩邊這個山呢，用墨骨的方法襯它。襯它的時候呢，你看這邊啊，如果比它低，這邊呢就稍高一點兒，往過去，用大一點的筆也行，用小一點的筆也可以啊。總而言之，小筆呢畫出以後它豐富，大筆呢畫出以後是概括的。越往過走，墨越少，水分要多，這樣的話就給它畫過來了。下邊呢稍微襯一點雲啊，整個這遠山你看它就起着一個往回帶的作用，這兒一提字它就回來了，就是起承轉合，這是 S 型構圖啊。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構圖啊？這是好多人總結出來的一種規律，就達到一種平衡，一種均衡啊。平衡需要對稱或者均衡，這就是均衡構圖啊 ，S 型構圖啊。然後這地方可以提字，下邊呢還要染，這張畫沒畫完，染的時候呢就把這些個山根的這地方輕輕的染，開始不要把它畫得那麼重啊。這雲可以畫到這山後頭來，這雲。你看這雲可以畫到山後頭去，它們之間是有斷有連的啊。包括這些地方，跟那兒呼應也給它稍微的染染啊，這地方稍微染一染，包括這地方染，這就是霧氣進來了啊。有雲霧，這張畫呢才有仙境的感覺，才有那種意境啊。所以說畫這個的時候呢，也不要着急。你看，這都是屬於這底兒比較實，這兒呢別底兒弄點虛的，虛的呢就是那種散的那種霧啊，不清楚的那種東西啊。你看虛虛的啊，虛虛的怎麼辦呢？就得乾啊。你看這地方呢也可以，水分多一點，讓它稍微的跟紙上停留一會兒，讓它陰出點那個味兒來。你看這是陰出點那個味兒來，這陰出點那個味兒。你看陰出點那個味兒，這陰出點那個味兒，陰出點兒，陰出點兒。你看，包括下邊。也就是這筆在這兒慢一點，停留一點，它有陰出的那個味兒。你要是噌就過去了，它沒那個味兒啊。要停留，要學會停留，在這兒，停留，停留。你看陰出那個感覺，也有蹭的，也有停留的，這就達到了那種水墨的味道。你看，这跟上的连起来，这水墨的味道就有了。这後邊
為什麼這兒擦點呢？跟這兒要这兒一齊就不好了。哎，這兒擦點，跟這兒呼應，它是屬於一種過渡。哎，把這畫呢稍微染呢，咱們還是屬於用这個淺降的方法染一染，就是在這地方啊，不見得把每個線都得勾得非常的到位啊，這就是讓它有這種色兒的感覺。先用一種顏色勾一勾，皴一皴，也就是說這上頭啊，再加這顏色，它就等於2層上去了，它就感覺比較厚實蒼茫。你看，你看这地方，这就是没有过分的按照它那個皴的那紋路走，哎，這就是增加它的豐富性，增加這山石的蒼茫感啊。所以說，這就是為什麼在染顏色之前呢，咱們可以給它稍微勾一勾。當然，你要不勾的話，你要是往上再附加這顏色也可以啊。但是你加完這以後呢，它這感覺豐富了也是好事兒啊。然後再用大面積的染凹，這是染凹，這是染凸啊。適當的留點白也沒關係。這種染呢，使得這個墨線都達到了一種統一，因為你都甭管多少點兒，你都夸夸的往下染，都点都的染啊，它這個整個這顏色籠罩了這個形，就達到了一種統一。你看，染凹染凸，也不見得非得哪兒都染到位了啊，可以控点白，控点白那就是勻啊。你看这染凸，哎，染凸，这染凹，你看染凹染凸，留的那個白就相當於高光啊。你看這染凸，就染火臉蛋一樣啊，染起來留點白。朱老師，那凹的地方是不是要顏色深一點？不用，也不用。对，顏色深已經那墨都給染了，這顏色就不過於講究那個，不要深。墨已經把它這種凹凸深淺都給解決了，其他就不用了啊。再用點花青呀，没事真的。这个干净哎，有一花青，那个底，那个，哎，对，这是花青。对，好。哎，再用花青呢，染這個雲和這個山下邊的霧氣稍稍的，包括水，包括雲，這多點少點都沒關係啊。凹的地方也可以染，下邊雲的地方，水的地方也可以稍微加一加。這水的地方我沒過分的去畫，為什麼呢？以山為主，不要畫特全，這畫全了以後也沒什麼用啊。有時候突出的某些東西啊，那同時也降低了，就是概括那些一些東西。哎，然後我再加一個小的景兒，這個地方啊。呵，登高望遠，拼全身呀。
登高望遠。哎，这是。老师，那上面两个是山的上面啥字？等会儿啊，西山听泉。啊，西山听泉。嗯。呵。最後蓋個章就可以了啊！再把這個人物再加上點顏色，現在不能加，現在濕着呢。